欢迎收看关键时刻，我是张道和。这一周的油价跟股价真的是上上下下，就因为川普的一句话撼动了全世界。而你今天看到油价已经下跌了，股价又上去了，到底是为什么？尤其是油价的部分，因为川普现在已经说得非常明白了，现在世界的能源命脉荷姆兹海峡，我已经掐在手里了。你看到川普今天发了一个文，他直接讲得非常白，包含了中国以及其他国家需要荷姆兹海峡能源的国家都要谢谢我，因为这是我送给你们的礼物，这个礼物你们要好好的珍惜起来。所以今天川普在干的事情是什么？他就说我已经控制了荷姆兹，未来是我盟友的我就给油，不是盟友的我不给油，以后都要看我川普的脸色。当你今天油完全被控制，能源被控制的时候，你看到这个画面，这是中国，它已经油价连4涨了，涨到怎么样？现在所有加油站外面通通都是车子，大家都在等加油，一等就是好几个小时。所以这样子你完全看懂了，川普今天所做一件事情，都跟他之前发的国家安全战略一模一样。他今天端掉了委内瑞拉，他今天端掉了伊朗。就是要在能源的这一局，能源的这个锚上面，他要直接刺进中国。好，我们先来介绍今天的来宾。第一位，财经专家黄世聪，大家好；时事评论员张宇轩，好；资深媒体人姚慧珍，大家好；资深社会记者王瑞德，大家好；桃园市议员黄敬平，大家平安。好，最后一位是资深的媒体人吴正峰，大家好。好，稍后还有资深的体育主播张志平会加入我们的讨论当中。松哥，今天川普说我要送给全世界一个大礼物，那里面全世界 OK 啊，但为什么要特别说中国？好，中国的时候，这个礼物在习近平的耳里，大哥啊，你今天真的是要送我礼物，还是要送我炸弹？我是要接还是不要接？我们要看得懂川老大说什么，他就说这是美国送给中国还有所有高度仰赖荷姆斯国家的一个大礼物。这个听起来是个大礼物，但事实上是个大威胁。但是你说的这个习近平要不要接，他也只能够接啦。如果你不接的话，他把你荷姆斯海峡封起来的话，你就完蛋了。好，那我跟他讲，现在全世界不用担心了，因为油价已经是川普一个人说了算。对，为什么？因为他已经控制了荷姆斯海峡，他讲得非常清楚，他在这一篇除收球上面讲得非常清楚啊。如果伊朗胆敢封锁荷姆斯海峡的话，他会怎么样？你看哦 ，hit by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 times harder than they have been hit thus far. 20 times harder， 20倍奉还。你现在被打多少？我用20倍给你炸到狂轰滥炸。所以说伊朗敢不敢？伊朗当然不敢嘛。所以你看伊朗现在的这个所谓荷姆斯海峡就已经落到这个川普的手里，所以川普后面才讲，我们已经控制荷姆斯海峡，这是我送给中国的礼物啊。所以呢，我才说中国要不要接？中国当然要接。而且我跟他讲，现在油价的涨跌呢，真的控制在川普一个人的嘴巴里面。你看哦，3月6号的时候，当时油价已经开始蠢蠢欲动。他说啊，油价就让它涨吧，这个对伊朗的战争啊，伊朗不投降的话就不会松手嘛。就没想到杜兰特原油还有杜拜原油就马上飙破100块。对，飙破100块的时候，结果没想到昨天不是又涨了120吗？结果他昨天又说，接受这个媒体采访就说啊，他认为对伊朗的战争几乎已经结束了啦。然后说华府目前的这个进展遥遥领先啊，比预估的这个4到5周的时间还要更快。所以他一讲之后，油价又跌了。对，所以你看，不是真的，全球油价真的都是听川普的。对，所以你看一涨一跌都在他的这个掌握之中。好，所以我跟你说，现在呢，我油价我有很大的发言权，然后有控制了这个荷姆斯海峡的时候，就没讲，中国你当然就瓮中捉鳖。而且，松哥，我们刚刚有提了个最关键的，就是为什么今天川普要把能源全部都掌握在自己手上？因为对于中国来说，那个是他们的命脉。是我们之前在节目已经讲了非常多次，但是现在才真的完全体现出来。对，现在中国油价已经连4涨，而且你看到这一些画面，对，这不是我们在乱盖的，大街小巷从早到晚。都是在加油站的车子，我赶快加油！我今天没有加，我会亏的。没错，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因为第一个，现在中国的原油的确有问题，对，委内瑞拉也没有了，伊朗也没有了。那现在俄罗斯要不要给你也不知道啊，是俄罗斯搞不好坐地起价，你给我买贵一点的油。再说，中国前几天已经说什么，他们的3桶油、中石油、中石化那些都不能够卖到海外去哦。为什么？因为他怕担心油价会没有。对，那这样民众看到这个，我搞不好真的没有油，所以你看他们现在开始排队。而且今年的这个最近一段时间来说的话，油价是节节攀高，所以呢，对这个黑龙江的民众，他讲啊，没办法，我们现在要加油。你看
大排长龙。对，这个不是在排什么优惠券什么，他们要排着要去加油，一台一台的车就准备要去加油的一个状况。你看这个绵延的这个道路到底有多长？超级多的，看不到底啊！你要站什么？那你看到大家去加油的时候，你也跟着去。好，那这在厦门的这个加油站也是爆满。你看这是闽一，然后这是他的车牌的这个，他来到这个中石油的这个中石化的这个加油站那边加油，看大家也是拼命的去加油。好，那除了这个中石化，内蒙古，连内蒙古，内蒙古，你看大家也是排着队去加油，加油站每一个爆满。他们现在的这个所有的这个自驾驶都说，哪里没有人了，我赶快开到哪里去加油啊！大家都，你加油了没？你加油了没？大家互相的问候。所以现在中国是什么？从南到北，加油潮，对，加油之乱，对，因为为什么？其实已经连4涨了，对，所以很多人就说什么，我们台湾有什么之乱，什么之乱。现在中国是全国在上演加油站之乱。好，那我们跟他讲，事实上现在美国人打击这个伊朗呢，真的是打到无所不用其极啊。为什么这样讲？刚才川普不是说51艘船都被我们几乎是完全歼灭？那现在最新流出的画面是什么呢？有一个这个苏莱曼尼级的这个护卫舰第2艘，你看就这样起火，这是什么？空军？可是这个画面也太可怕。对，就我们之前在节目上形容的那种蕈状云，对，整个打掉过程，你看这个一开始是起了一个非常大的这个蕈状云，你看远远的看，哇，一个蕈状云这样爆开之后呢，它整个黑烟就漫开来，然后整个这个海边都看到它整个黑烟一长串的这个状况。那你看打到什么程度呢？你看有阿拉伯的这个一般的这个水手，他们就经过这个地方，它是正常的船啊，他经过这个船只的时候，看到旁边有林肯号，然后林肯号的 F18啦，他们在那边起飞，在轰轰轰这样起飞，他们一边在烤肉，一边在看航母的战机来起降。我跟他讲，我们一生有多难得可以目击到航空母舰在身边，在旁边，而且这样一架一架起飞，好看啊！要是我也要准备那边弄 barbecue 那边，哇，边吃，你看他们这边架起来 barbecue 烤肉架，有没有？烤肉架架起来，这个可能是烤鸡，我这边边吃，我觉得也太惬意了吧？因为什么？这时候我跟你讲，这个地方是全世界最安全的，对，因为绝对不会有人来打，对，所以也不敢打的。对，我们这边看烤肉，哇，美军果然非常强大，对不对？事实上，我们前一阵不是说吗？伊朗的这个海军呢，这个不是在这个所谓斯里兰卡外海被美国鱼雷 MK48鱼雷击中吗？击中之后，那艘船当然很惨。对。但是现在《华尔街日报》就直接给你报道，美国海军击沉伊朗的海军的这个潜艇前的话，这个伊朗海军船员的最后日子。他讲的非常的这个悲惨。他说那一艘是这艘船呢，就被击沉的这一艘德纳号，它是伊朗的这个飞弹护卫舰。他说救难人员斯里兰卡人员抵达那天早上的时候，那一艘船已经沉入到海底了。沉入海底的时候，你知道他们当时看到那个，看真的是被惨不忍睹。第一个。数十具的尸体漂浮在油污之中，有油污，然后他们的尸体就在那个地方，然后旁边还有32名的幸存者，甚至许多人的腿骨也都莫名其妙的断裂。我跟他讲，很多人都会受伤，为什么会受伤？为什么腿骨会断裂？你知道吗？因为他们在第一个时间他们是站着，对不对？站着的时候，结果没想到他们鱼雷被下面轰住之后，他们断成2截嘛。你看从这样上层这样断成2截的时候，你整个人就抬起来，抬起来之后再摔下来。你是被炸飞的，炸飞再下来的时候，你当然腿会断啊。就那个冲击力道非常强嘛，它的冲击波这么对，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会造成这么大的这个杀伤力。这时候呢，看起来的话，美军大概已经获胜了嘛，对，这时候就有那种所谓的 free rider， 或者是说要搭便车仔就出现了，对，就见风向、观风向。我们都说欧洲最会观风向是谁？马克宏啊，马克宏马上就来了。马克宏现在这几天你知道吗？马克宏，你看这马克宏哦，对。登上这个戴高乐这个号，然后就巡查。这个说我们现在要出动，包括说这个护卫舰的这个骑士保罗号，还有这个包括说像戴高乐嘛，对，还有一架这个护卫舰，然后一艘这个补给舰，然后一艘核动力潜舰在下面，然后还有西班牙海军的护卫舰科隆号，然后还包括说荷兰的海军护卫舰的埃弗森号，这样一起组成一个大军团。另外，我们还要再派遣所谓的这个护卫舰佛多科号，要强化塞浦路斯。那这些其他的要往中东去。要往中东去，他就说什么？他现在就开始讲了。你看，因为塞浦路斯不是有被飞弹攻击吗？对，他们你看，就是欧洲受到攻击。那法国与欧洲还有非欧洲国家正筹组纯防御性的护航行动，预计在冲突最激烈的阶段结束后尽速展开。他们果然就尽速了，浩浩荡荡就开往中东去了。所以今天很明显知道说，这战事似乎真的要结束了，因为这些各国人已经把他们最精良的东西全部都开来了，是就开来说，你看法国、英国、荷兰、西班牙全部都开的情况之下。
大家都是懂风向的。当然了，所以川普一直骂这些欧盟了，就说你们太软弱嘛。你看，果然马克龙就很软弱，对，马克龙就等到出去，等到这个战争结束的时候，他就马上出动的一个状况。好，那事实上不是只有他啦，还有另外一个斯凯尔。斯凯尔这样，一开始美国不是说，我们需要用你的个迪亚哥·加西亚，我们要轰炸。我们轰炸的时候，那时候你看，这时候斯凯尔说什么？哎呀，我们坚持国际法了，对不对？然后拒绝让美军使用在这个印度洋的迪亚哥·加西亚的空军基地了，让伊朗发动攻击了。就现在呢，现在说没有问题，我们都给你用了，通通可以用。他们现在准备要先派出这个4-5型的这个驱逐舰，叫这个龙号，然后要部署3架的这个所谓它上面可以部署3架的这个野猫直升机，还有一个空中预警机，然后就浩浩荡荡也要往中东开去了。所以这些国家根本是梭哈了，对，没错，他真的把他最精良的东西都全部都拿出去了。所以今天川普讲的，真的把荷姆斯海峡给控制，是这场战争真的结束了。你看他们的动作就知道结束。真正在打的时候，马克龙不会来；对，真正在打的时候，斯凯尔也不会来。对，他们现在都来了，表示就是结束，或者是已经最危险的经过已经过去了嘛。哈，另外一个，他一讲之后，川普说啊，油价会大跌之后，你看欧洲股市也都出现一个狂涨的这个局面嘛。对，这个所谓英国啦、法国、德国都涨得非常多嘛，所以就是说他们其实还是看美国脸色啦。那美国战争如果结束的话，当然对我们经济也是好的一个状况嘛。好，那我们跟他讲，实际上这一次这个川普呢，突然之间对伊朗动手，你会觉得说，好像有点莫名其妙。但其实呢，日经亚洲报道，他说，你看，他说美国袭击伊朗越发被视为是川普对中国的制衡。对委内瑞拉的攻击，还有对古巴的强硬言论来说，增加了针对北京广泛战略的可能性。为什么这样讲？事实上，在去年的时候呢，美国有发布一个所谓的他们的国家的这个战略报告。国家战略报告就说什么？他们就说我们要威慑中国列为核心的支柱。他们在去年是这样讲。那去年是这样讲的时候，那我怎么办呢？我就要把中国的盟友斩除。中国盟友斩除来说话，委内瑞拉我把你斩除掉。对。那古巴来说，古巴现在已经摇摇欲坠了，岌岌可危了。对，这个川普就说，我等到处理这个伊朗的结束之后，我就来处理古巴。那现在他们不是也考虑要对古巴的这些所谓相关的官员要进行这个制裁或者说起诉吗？到时候搞不好美军也会进军古巴，也不一定。这个接下来我们再看他怎么做。好，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你看哦，他针对伊朗，他除了打击这些国家之外，他针对伊朗还有委内瑞拉这2个产油国的打击，也会对这个中国造成影响。因为这2个国家，这个伊朗90%的原油是卖到这个中国去了，另外一个伊朗跟委内瑞拉2个国家占中国进口油量大概15%，所以我把它打掉之后呢，未来呢，中国就必须要跟我谈判，石油都被我美国控制了嘛。对，你看2025年的时候，北京不是用所谓的稀土作为这个威胁吗？那美国现在可以用石油作为一个回击的手段。另外一个是什么？他们现在美国还有另外一个战略目标是要扶植一个亲美国，或者说美国可以接受的一个政权。为什么？你看要在德黑兰，这是他们的这个美国的保守派的这个政策研究中心的这个研究员叫纽舍曼他说的。一个不叫专制的这个政权是巨大优势，因为伊朗是该区域许多麻烦的幕后黑手，是伊朗支撑的，中国支撑的伊朗。如果把中国踢出去的话，伊朗可能就会崩盘，崩盘的话就会使美国能把能源移转到其他地方。所以简单来说，为什么这样说呢？你知道过去一段时间，这个所谓伊朗不是扶持了什么也门组织、福塞组织，对，然后扶持了哈马斯，然后扶持了这个真主党，扶持了一大堆。那为了因为他们封锁红海。那封锁红海的时候，你知道当时的美国为了要去解开红海的这个所谓的攻击的时候，你看当时美国就消耗了1/4高性能的拦截导弹，所以你看光是这样，红海一个地方就把美国消耗这么多。那消耗这么多来说，我现在就把你的源头把伊朗端掉，对，把伊朗端掉的时候，你不是就没了吗？对不对？没了就 OK 啦。你看，因为伊朗一直获得来自中国跟俄罗斯的军事资源嘛，也就是说，我把伊朗解决的时候，中东就和平。对，中东和平的时候，我就可以把你看。过去用在光是胡塞组织的这么多导弹，我可以把它移回到亚洲来，专心的对付你中国嘛，所以对中国压力当然更大。好，没有了伊朗当成是后盾这个支撑之后，我可以回防之后，我现在又控制的石油、控制的荷姆兹海峡之后，那你中国凭什么跟我这个川普来说话呢？所以你看，今天其实川普那个出手球上面发的是中国，你要感谢我啦，这是什么？这是一个上对下的一个说法。你要感谢我啊！我跟你讲，这就是我帮你弄下。你觉得这是要你感谢还是威胁你？当然是个威胁你，它是一个老大之对中国发出的一个警告。
瑞迪哥，我们刚刚讲，今天川普这个贴文已经很明显讲出什么？未来荷姆兹的海峡就是我川普过来管，而且他说什么？如果你今天不是我盟友，是我敌人的话，我能源真的不会给你。这些话，对中国来说真的是会怕。为什么说会怕？因为川普就是这样干，他怎么干？我们都知道，他把委内瑞拉端掉之后，等于是把古巴的石油生命线也断掉了，结果没想到几个月后，你知道古巴现在变成什么样子吗？古巴在缺乏能源的情况之下，现在这一群人你看到了，他们真的上街去抗议了。我们之前讲，古巴人只能去敲锅盆去这边抗议，因为古巴的警察非常凶，就他们这些人全部都站了出来。就站了出来之后，你知道他在喊什么吗？喊打倒共产党。那么从1959年卡斯楚革命成功了以后呢？很少看到古巴人是直接跳上街头公开喊的打倒共产主义，我要自由，要自由，要自由。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官逼民反，没饭吃，没电了。对，如果呢你有饭吃，那么如果呢你什么那个基本的维生物质都有的话，古巴的人民可能维系过去几十年以来乖巧就静静忍受你古巴政府的相关的统治嘛。对，可现在不一样啊，为什么？以前在这个川普第一任的时候呢，川普用这个恐怖组织、资助恐怖组织啊，然后呢还有这个等于说不满他的这个移民政策等等为由嘛，所以制裁了古巴，经济制裁古巴。当时古巴偶尔，那么国家会断电，对，但是断电现在不是啊，现在断电变成一天24小时，可能断电17到20小时啊，没电以后会发生什么现象？没电以后呢，各位有没有想过我们的手机的这个大哥大的这个基地台需不需要电？也需要电啊。然后呢，紧接着来，你们家煮饭啊，干什么，全部要用到电嘛。这件事情对古巴影响非常非常的大，没有能源了。那时候那个美国总统川普曾讲一句话嘛，我们不急着解决古巴，对，因为他们会被自己解决掉，所以老百姓就为什么造反？他们气到怎么样？他们是上街头去纵火的。他们是上街抗议、纵火，通通来的。你知道吗？过去像在2021年这些，那么老百姓这个上街头的时候，那古巴警察拿起来就小就打就杀，对不对？那么过去他们只敢夜半的时候把车子开过去，然后灯关掉，在里面敲锣打鼓啊。他里面敲锅盆，哇，锅碗瓢盆这样。那抗议以前的古巴是这样子啊，他不敢明目张胆，他怕警察开枪，怕警察打他们嘛。对，这一波抗议最离谱的是没有警察出来啊，你知道为什么？因为警察他家也没电啊，而且紧接而来他们会面临到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问题，也是什么？家里没电了，那古巴经济靠什么？如果古巴其实还没有出事前是一个蛮舒服的国家，你到古巴去第一件事情满街的都是那种老爷车，但是那老爷车是外形老爷车，那个老爷车就是敞篷的老爷车嘛。对。然后你就花钱租观光客，然后就载着你到处去跑，里面的东西都是这个换过零件。可问题来了，因为呢加拿大人喜欢到古巴。那么加拿大人喜欢去享受古巴的这个阳光、空气、沙滩、美女等等嘛。可是现在为什么古巴人到处纵火，然后古巴人到处这个打而且里面最夸张的是什么？古巴竟然把他们共产党的象征吉萨瞭望台。这是一个对他们来讲很重要的精神象征，就直接烧掉它了。因为呢，当年在卡斯楚1959年那个革命战争的时候，吉萨瞭望台之役就是最重要的一场战役。对，所以呢，这个吉萨瞭望台留下来、保留出来，成为那么这个古巴自己本身革命英雄的这个发起地。放火烧的表示什么？你让我不好过，我就让你不好过嘛，我就让你共产党、让你共产主义不好过嘛。所以呢，过去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发生，现在为什么？我们看那个右边那个是什么口号？你说这个支持川普，他是古巴人现在要支持川普了。古巴人支持川普，你有没有搞错啊？川普是制裁这个古巴经济的人呢。照理来讲，古巴经济会那么差，都是跟川普有关系。现在是直接喷支持川普啊？为什么？稍微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没有油了以后会发生什么事？古巴的这个大众运输系统、公车这些全部停摆。毁了。最可怕的是一个东西停摆，叫垃圾车。垃圾车停摆以后，满街都垃圾。现在的古巴全部是垃圾。我问你，没有垃圾车收垃圾。老百姓会不会每天制造垃圾以后把垃圾放在自己家里？不会啊，他会把垃圾丢出来，对不对？但我不收垃圾啊，为什么？我没油啊。我没油的情况之下，我不收，我垃圾车就没办法收了，因为我垃圾车动不了，发动不了，我不收垃圾，然后垃圾就满街乱丢，乱丢了以后呢，这到处都是。现在影响到有多严重？
古巴主要的几个机场正式宣布没有燃料用油可以加油，也就是国际的飞机，对不对？你给我飞到古巴来，你自己要想办法。然后你可能回不去了，回不去，因为我没油啊，我没有航空燃油，所以你们的飞机飞到古巴，你们自己想办法，你要带足够的油料。那我问你啊，那很多飞机飞到这边来，欧洲的啦、其他国家飞来，没有油，我不可能载那么多油嘛。对，那我是有个办法，不飞了。我就断航，我就不飞了，因为飞了我没有足够的油可以飞回去啊！难道为了你这边的油，我还降落在美国，降落在哪个地方，特别为了加油吗？所以后来他们就不来了。好，最严重的是什么？最严重的是这个，各位，最严重的是这个钞票。这个是我所收集的钞票里面的古巴的这个钞票，3块钱的。对，这是他们的切格瓦拉，他们的民族英雄切格瓦拉的3块钱的。这一张现在大概值新台币5块钱左右哦。它的币值也开始在贬值了，又跟这个伊朗又跟这个委内瑞拉一样。为什么？因为它开始因为能源缺乏嘛。对。能源缺乏了以后呢，大家私底下都在反美，但是都在收美金。为什么？因为美金好用啊，对，美金可以买到黑市，买到很多东西嘛，所以呢，这个才是活生生的这个钞票呢，事实上才是现在物价才是最重要的嘛。那他们本来靠观光啊，观光靠什么？4成多以上，快5成靠加拿大。对，因为加拿大虽然加拿大以前跟美国不错，不过加拿大人因为冷嘛，所以他喜欢到古巴来享受那古巴的那个热情奔放，还有阳光沙滩美女嘛。所以呢，现在我问你啊。加拿大人如果看到满街都是垃圾，你还愿意还敢来？你还敢来古巴吗？那不来的嘛，那飞机也不飞的嘛，那不飞的外汇没有收入，那我要你这个政府干嘛？我就跟你并嘛，所以不战而屈人之兵，1个美军1架飞机都不用派，单靠石油就征服了整个古巴。慧珍姐，你可以看到一件事情，现在川普真的是用掌控全世界能源在掐住习近平，这根本是川习会什么？那川习会到底要不要继续办下去？之前不是讲很多吗？结果今天亲中的这个香港媒体《南华早报》他报一件事情，川习会要不要办？要办，但是有趣的是在这边，他说川普来到中国之后，他要待多少天？他要去多少个城市？这是非常非常重要。那中国说什么啊？那要不要先从北京再去上海？结果你看到他说美方表示，川普此次行程太紧凑，因此只会造访北京。我跟你讲这个南华早报的标题下的我够黑的啦，直接跟你讲 ，Trump's China visit limited to Beijing， 只在北京due to the tight schedule and the security need。什么叫tight schedule？ 就意思就是说，我现在处理伊朗的问题就没赢啦。你小老弟不听话，你不舍得打，我来打。哎呦，这话讲的有多酸，你知道吗？好，那你这个习近平讲说，那你来我家做客，我跟你讲，如果今天你昭和邀请我去你家去那个整个老家玩好几个地方，我跟你说，昭和不好意思我时间很紧我去你家吃个饭就好。那你就知道是什么意思嘛？交情不够好啦，你就不想来啦，就端架子啦。所以直接就说没有，只有在北京。这个已经是那个软钉子给的很足了。除此之外，你知道还有什么事吗？人家是说中国有3宝：人参、貂皮、乌拉草，你知道吗？川普现在美国也有3宝赵和，你知道是哪3宝吗？黄豆、波音、天然气。对，所以呢，川普意思就说，你现在要跟我重新恢复交情，那我们美国的3宝要不要捧场一下？你要不要买的呢？有，黄豆要买，黄豆要买。对，黄豆是3宝里面最不值钱的，要不要再加一点？天然气那个波音，这500架波音买了我们这个以后要不要大买波音？我们现在买波音好，那最重要的那天然气呢？你确定你不买吗？我们现在美国天然气越来越值钱，越来越抢手那个伊朗的气跟伊朗的油我说断就让它断，那你要不要考虑清楚？那再来你就说不是还有其他的代表团吗？据说这一次没有代表团跟本来是说前一次川普去访中的时候，他可是有带人去的给习近平满满的面子在上面这次你说就。可能川普再带几个人，更连商人都没有，可能就带几个什么国安顾问去而已。那代表什么意思？就是这一次是我叫你买你就买，我的人没有要投资，因为我的人美国，我们就是要再回过美国投资嘛，就是我们要让美国再次伟大。我怎么可能带我美国的商人来到你中国投资？哇塞！
阿贝 K 阿贝贝阿贝 Q 零 A， 我跟你讲，川普这一招真的狠了。现在全世界2大所谓这个能源的命脉，一个当然就是现在大家都知道荷姆兹海峡，另外一个其实很多人不是很清楚巴拿马而且我告诉你，巴拿马这个跟台湾关系大了，你知道吗？从2017年、2018年开始，我们中油开始跟美国签买天然气，哇，我们跟美国的一家公司，那一家叫什么公司啊？那一家叫Cheniere 啊，这家公司是美国最大的天然气出口商啊。这个 Cheniere 这家出口商，你知道那时候他们现在目前为止大概一年产能大概2500万公吨到这个3000多万公吨，对，台湾一年就跟他买了200多万公吨。那时候在2018年谈定，你知道宣布谈定中油买的时候的前一天，是我们蔡英文总统过境美国的时候，所以换句话说，当时就有人讨论，是不是透过我们买美国的天然气来换得相关的外交突破？那我跟你讲，所谓一句话啦，我们本来就需要天然气啊，以前跟卡达买那风险太大，我这个你要分摊风险多个来源，所以我们就跟美国买啊，为了美国的天然气可以不断增加去出口到亚洲，包括台湾跟日本，你知道他们那时候巴拿马政府就去拓宽那个天然气，那个巴拿马那个海峡，所以这个对于这个美国出口天然气到亚洲来讲很重要嘛。所以你意思是说，今天这张图你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现在美国是把中国的任督二脉是掐在手里。第一个是荷姆斯海峡，它已经掐住了。巴拿马，我们看到最近的新闻，就是把中国驱逐出去。这2个地方是中国最重要的战略位置，结果川普已经完全占领，已经把它都处理好了。是，所以他的任督二脉都在川普手上。你要气，你要油，你要油，你要气，地点不一样啊，但是通路都在我川普手上。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跟你讲，这招真的狠啊！所以我们再来讲，刚不是讲吗？美国有3宝，对不对？黄豆、波音、天然气，这样看起来在这一次那个所谓的美中会议的情况之下，习近平有可能3宝都买足。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